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我是是是非非脱口秀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全东南亚都在讨论的话题：为什么现在东南亚旅游排名第一不是泰国，不是越南，不是印尼，不是菲律宾，居然是马来西亚？没错，就是那个你以为只有榴莲、椰浆饭还有天天堵车的吉隆坡的马来西亚。你以为它只是一个中转站，结果它突然变成主角。你以为泰国的普吉岛、曼谷夜市、清迈寺庙已经无敌，结果人家被马来西亚偷家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拆解这个东南亚旅游界的大逆袭，看看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，到底是谁把马来西亚推上了旅游排行榜的第一名，又是谁让泰国那边一脸问号说，咦，你们什么时候超车的？先从现象开始说，以前东南亚旅游一讲到热门国家，10个有9个都会先说泰国，因为泰国有海、有夜市、有按摩、有微笑，谁不想去？可2025年的排行榜一出来，全世界都惊呆了，马来西亚竟然成为东南亚访问人数最多的国家。这个新闻一出，网友的反应是这样的：泰国网友说不可能，越南网友说下一个就是我们，而马来西亚网友说，哎呀，不小心第一啦，拍谁啦？那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马来西亚能赢。其实啊，这背后不是运气，是策略加地理加人情味加一点点价格魔法。你看哦，马来西亚没有故宫，没有吴哥窟，没有巴厘岛那种网红滤镜，可它有一种什么都有一点的神奇组合。它有现代城市，吉隆坡的双子塔亮到你眼睛痛；它有历史文化，槟城乔治市的街头壁画比人多；它有海岛，兰卡威、刁曼岛、沙巴、仙本那一样可以晒出5种肤色。它还有吃的，椰浆饭、乐沙、沙爹、肉骨茶，每样都能让游客忘记减肥。在其他国家，你可能去一个城市玩3天就腻了，在马来西亚，你换个州又像去了一个新国家。今天在槟城吃炒粿条，明天在登嘉楼看海龟，后天跑上金马伦喝茶，这叫多元的国家，一个签证搞定10种体验。再来讲讲那个秘密武器——签证。马来西亚最近几年真的很会做人，尤其在签证这方面，聪明的像开挂。以前你去泰国要排队落地签、写表格、拍照、盖章，而马来西亚说，来，我有 e-visa， 1分钟搞定，甚至有的国家直接免签，欢迎光临。中国游客、印度游客、中东游客、新加坡人、印尼人几乎都说方便，走，不用烦，不用麻烦，不用多想。你知道游客最怕什么吗？不是贵，而是麻烦。马来西亚把麻烦拿掉，就赢了一半。这就好像恋爱一样，别人还在考虑要不要追，马来西亚已经说不用考虑，进来先吃个椰浆饭再说。说到椰浆饭，讲回吃。旅游的真相是什么？你以为是文化，其实是吃。你看外国游客来马来西亚，第一件事不是看双子塔，是 Where can I eat the best nasi lemak？ 连我外国朋友来马来西亚都说 Your food so mixed, I don't even know which country I'm in。 我说 Welcome to Malaysia, we are all buffet style。 这里有马来餐、华人餐、印度餐、娘惹餐、海南鸡饭、福建面、印度煎饼，从早吃到晚都不重复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便宜。在欧洲吃一餐50欧元，这里50令吉吃到撑，游客当然开心啦。所以你看那些欧洲背包客来马来西亚，脸上写的都是我省下的钱可以多玩2天。除了吃，还有邻居加持。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简直是旅游界的 C 位，旁边有新加坡、印尼、泰国。新加坡人周末开车过来吃海鲜，印尼人飞1小时来购物，泰国人来槟城看医生。马来西亚就像一个东南亚集散中心，大家不约而同都往这里聚，那游客统计当然多咯。尤其是新加坡人，他们星期5下班，来，我们过关去吃肉骨茶，星期天晚上回家。这种短途游客多到你无法想象，他们来了，吃了，买了，拍了就回去。可是旅游局的统计说那是游客，所以你看第1名也不是空穴来风，是人家真的来。再加上马来西亚现在航班也多，吉隆坡是东南亚的交通中心之一， AirAsia 航班到哪里都有，去沙巴看海，去槟城吃饭，去兰卡威潜水，票价便宜，航班多，你想去哪儿都行。再加上马来西亚机场设计不错，免税店多到你走不完，游客一边转机一边买巧克力，统计里又多一条入境人数。你看这数字真的是聪明人玩数字，游客帮忙撑场。不过马来西亚能第一，还有一个软实力不能忽略，人情味儿。马来西亚人虽然口音多，语言乱，种族不同，但对游客的态度普遍温和。无论你是说英文、中文、马来语，大家都会笑一笑，讲一句 no problem 啦。外国游客就喜欢这种有礼貌又不咄咄逼人的服务。
不像有些国家的服务是我在笑，但我心里想赶紧走。马来西亚人笑是真的笑，就算你讲错话，他们也会说 Never mind 啦，看完啦。这种人情味就是最好的广告。旅游不是看景点，是看人心。当然，我们也要讲一点现实。为什么泰国会被抄？不是泰国不好，而是马来西亚这几年真得用心。泰国的旅游虽然强，但面对签证政策变化、航班恢复速度、外部经济影响，短时间内被马来西亚赶上也是合理。泰国就像一位老将，经验丰富，但有点慢。马来西亚是后起之秀，拼命打广告、放签证、拉航班、推美食节。在这个竞争时代，谁动作快，谁就上榜。讲到这里，我们来一段游客画像。首先，新加坡人，他们来马来西亚就像回自己家。他们说，我只是来吃一顿晚餐，顺便加油。一加油就是100公升，还顺便买榴莲。印尼人，他们爱来吉隆坡和槟城买电器、看医生、拍婚纱照，比在雅加达还便宜。中国游客，他们来马来西亚觉得文化亲切，语言沟通没问题，又能吃到正宗海南鸡饭，于是玩得安心，买得开心，拍得开心。中东游客，他们觉得马来西亚 halal friendly， 吃得安全，环境友好，一家人来旅游，舒服又方便。所以这4大客群一起涌进来，数据当然飙升，排行榜当然爆表。可是你以为马来西亚就此满足吗？没有，他们现在开始高质量旅游计划。以前要的是人多，现在要的是人花多。希望游客不只是拍照打卡，而是多住几晚，多买点，多参与文化体验。比如槟城现在推文化之旅，让游客去看娘惹文化、传统屋、老街手艺人。兰卡威也推生态旅游，要游客去保护海洋，认识环境。政府还在想办法让本地人也受益，而不是只让大集团赚。这才是旅游业真正的成熟。那我们再来点现实吐槽。有些外国人第一次来马来西亚，说我以为你们这里只有棕榈油和榴莲，结果他们到了才发现，这国家比他们想的还复杂，有现代，有传统，有宗教，有自由，有英语，有中文，有马来文。他们一边在街上走，一边困惑地说，我到底是在亚洲的哪一部分？这就是马来西亚的魅力，让你搞不清楚，但又觉得很舒服。所以马来西亚能拿下东南亚旅游第1，不是偶然，也不是巧合，是一步一步用政策、文化、美食、人情、地理、智慧累积出来的结果。有人说马来西亚赢是因为近、便宜、方便，我说不止，马来西亚赢在它让你来了就想再来。无论你是新加坡人来吃榴莲，中国人来避冬，印尼人来看医生，还是欧洲人来晒太阳，每个人都能找到理由来。所以各位观众，结尾送你一句话，泰国有微笑，马来西亚有心。旅游第1不是炫耀，而是努力的结果。马来西亚人或许不会大声喊口号，但他们用最实在的方式告诉世界，我们欢迎你。这就是是是非非脱口秀。今天讲的就是为什么东南亚旅游排名第1的国家叫马来西亚。如果你还没来过，别只看排名，拿起护照飞一趟，你就知道为什么第1名不是偶然，而是理所当然。谢谢大家收看。